媚珠真的是太聪明了，她竟然会随机应变，调整自己越狱的动作。前段时间媚珠越狱时出现了卡住现象，但经过几天的摸索，现在媚珠越狱的动作又变得非常丝滑了。因为在媚珠小的时候，需要踮着脚尖才能够到窗口，所以她越狱时主要是依靠臂力做引体向上，爬到窗口向外翻。因为需要手臂用力，所以肩膀是打开的状态。但随着媚珠慢慢的长大，现在的她肩膀变宽了，个头比窗口还要高出一个头尖了。媚珠上次卡住就是卡在肩膀的位置，脑袋伸过去了，但是因为双手扒着窗口，肩膀在用力，是打开的状态，于是就越狱失败了。但媚珠很聪明，她很快便发现了问题所在，于是她就改变了越狱的动作。她现在是先把脑袋和手臂伸过去，然后再用脚蹬着玻璃围墙发力，这样便非常轻松的就越狱成功了，动作甚至比之前更丝滑。媚珠的行为也说明了她是会动脑思考的。现在菊萌萌有时候也会阻止媚珠越狱，媚珠趴在窗口上准备伺机而动，而菊萌萌也趴在另一个窗口盯着她。当媚珠准备行动时，菊萌萌就走过来一把媚珠推开，她甚至还扒拉了几下窗口，尝试把门给关上。这对母子真的太有意思了。得不说联动是会选熊猫的，金虎飞云和妙音都是个顶哥的好看。小时候的飞云颜值就很出众了，圆圆的耳朵再加上仓鼠脸，这小模样像极了一只米老鼠，果然能打败飞云的只有飞云小时候。阮女士因为认养了飞云的哥哥奥运，所以她也经常会过来看飞云。当阮女士和她说哈喽的时候，飞云还会吧唧着小嘴做回应。Hello， 回家。最后都兴奋地摔倒了。有一次阮女士在笼舍前喊飞云，结果飞云没回应，却把金虎给喊过来了。不认识金虎的阮女士还挺好奇这个热情的小家伙是谁。朱云。哦，应该是朱云，把鼻子这么长。结果被阮女士最后一句话给扎心了。那时的金城虎看起来确实有点车座子，竹韵妈妈也好爱她的老儿子，总是把金虎护在身下。但金虎小时候很调皮，只要竹韵妈妈一眼瞅不见，他就开始爬栏杆。竹韵害怕他摔着，就会把他薅下来。而且这孩子从小话就多，刚喝完盆奶，奶妈给他擦嘴，他就一直嘤嘤叫，奶妈还一边擦一边回应他，真的是用吃的都堵不住他的嘴。坐在他旁边的妙音一声都没吭，就乖乖的吃胡萝卜。现在金虎都14岁了，还是整天咩咩叫。如今的妙音可忍不了一点，分分钟都想捶他。金虎啊，你能不能不吵吵？妙音都烦你，是吧妙音？妙音，你说呢？一大早你别让我睡觉，你在干嘛？你好的，对你好的。对，如果是看不见你，看见你我抽死你。妙音平时虽然喜欢翻白眼瞪人，看着有些高冷，但她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黏着飞云，吃饭的时候也要和姐姐贴，有时候还会跑过来抢飞云的竹笋。飞云也不生气，就这么宠着她。三个小家伙出生时间相近，从小就生活在一起，后来又一起来了联动。他们会一起爬小卖部窗口找奶爸奶妈要吃的。三小只没分开的时候，金虎可欠了，他不是抱着飞云的脚啃，就是按着飞云打。妙音也没逃得过他的撩闲，非要把妙音从树上挤下去。后来他和飞云妙音分开了，人家两个小姑娘在一起打闹，可把他激动坏了，隔着玻璃给妙音当场外指导。大连的三宝各有各的特点，飞云甜美，妙音高冷，金虎帅气，每一只都是颜值爆表。前这位正在享受刀削面服务的小家伙叫诚实，因为是程记妈妈第10个孩子，故按谐音取名诚实。诚实小时候特别与众不同，是一身灰白配色，他也是同样拥有灰白配色的季憨憨的小舅舅。诚实从出生就是一只特别的存在，他是2016级的老妖，出生体重却足足有204克。要知道大熊猫幼崽出生体重一般在100克出头，他的外甥女程浪出生时只有42.8克。诚实从小就肉嘟嘟的，深得大家的喜欢，美奶妈也是经常抱着亲个不停，因为她灰白的毛色和胖乎乎的模样，也因此得了很多的外号，比如小灰灰、肥灰、肥肥等。而且因为诚实从小表情就特别严肃，也被大家喊作老干部。因为诚实出生的比较晚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和小伙伴不赶趟。别熊睡婴儿床的时候，诚实在睡育幼箱，别熊出去晒太阳，他还只能睡婴儿床。最后好不容易可以和大家一起玩了，结果不是哥哥欺就是姐姐打。他们这集不仅有饭霸梅兰肉帮，还有爱聊架的天线宝宝奇一，隐形战神奇果更是不好惹。但是我们小灰灰也有硬气的时候。这天奇一看到独自在树旁趴着的诚实，准备上去撩闲逗逗他，结果诚实一反常态，把前掌举在空中，冲着奇一大喊：“你过来呀！”把奇一吓得一激灵，然后就默默地走开了。果然老师熊爆发时威慑力也很大。小时候的诚实酷爱睡觉，
江湖上至今还流传着他充电2小时活动5分钟的传说，而且程实自小脑袋就长得大大的，所以经常能看到他的大脑袋被卡住。这天程实的大脑袋被卡在树杈上，极力想挣脱的表情简直萌化了，而且他的小脚丫也在使劲儿。最后把脑袋拔出来的那一刻，头套都变形了。还有另一次更惨，本来卡头已经很难受了，还被雅韵伺机报复，挠脸又咬嘴的。不过他们也只是打闹而已，并没有伤到对方。程实和文文的互动更搞笑，不是黏黏糊糊的贴在一起，就是决斗现场，主打一个反差。有一次雅韵和文文在泡澡，结果程实硬是凑过来了，在他坐下的那一刻，水池里的水都流掉了1/3，气得文文直翻白眼。如今马上8岁的程实出落得更加帅气了，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和喜欢他。金虎真不愧是一只天生喜剧熊。这天饲养员把笋笋装在麻袋里给他，金虎吃到最后一根时，他怎么都取不出来，看得出金虎真的很着急，笋笋都快被他隔着麻袋榨汁了。此时的金虎一脸无奈地看向饲养员，内心 OS 媳妇没有，穷的就剩下一个麻袋了，还要给我整这死出，我现在吃不到怎么办？一边的饲养员告诉他要用脑子，于是金虎就把麻袋往头上一盖，双手自然垂下，坐在那里顿了几秒钟后，把麻袋从头上扒拉下来，又一脸无辜地看向饲养员说，我刚才试了一下，脑子也吃不到怎么办？金虎这是在给大家生动演绎，脑子是不会吃笋笋的，而且金虎能吃能拉，他虚虚的姿势放在整个熊猫界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，真害怕他会一不小心滋到嘴里。而且奶妈说金虎一晚上就能造11公斤的青团。金虎，你这个大吃货，今天早上拉了11公斤的粪便，我都拎不动了。老光棍金虎晚上偶尔也有睡不着的时候，他失眠的时候就玩自己造的那11公斤的青团。聪聪熊就公开吐槽说，金虎把他的便便汤均匀地涂抹在了内舍的墙上和地上，以及他的喝水盆里。即便金虎那么能造，当天值班打扫圈舍的奶妈还在为孩子辩解，说金虎这是绘画天分。聪聪熊对金虎的控诉，你觉得是什么？不满意，我觉得金虎有天分，对，画天分。对，看金虎这埋汰样，也就那个可以一边吃一边拉，一边拉一边甩，一边甩还一边踩的画虎可以与之媲美了。而且金虎这个大吃货，喜欢妙音不喜欢飞云的原因，可能不只是飞云曾经揍过他，还因为妙音比较挑食，经常可以剩下很多笋笋，奶妈就会打包带给金虎吃。金虎每次吃的别提多开心了。当然金虎也有傲娇的时候，这天剩下的笋笋他就不吃了，奶爸拿过来询问他，大大爷带孩子们了，你还这么不会过日子呢？那别吃了，别吃了。我是有钱家的贼，我不吃生的，我不要。你看，等一会儿我给你扔了呢。去过。这一句扔掉说的老清晰了，而且他还因为说了他浪费，自己趴在轮胎上生气。后来奶妈哄了好久才把他哄好，真的好喜欢金虎这个嘤嘤怪啊。